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伊洛河是黄河的13大支流之一，即上古时期的洛水。洛水与黄河交汇地区被称为河洛地区，这里是华夏文明发祥地。河洛文化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在洛阳市区的一座大桥下，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洛河。2000年前，就是在这里，美丽绝伦的洛神出水，邂逅了诗人曹植，二人彼此爱恋。只是人神毕竟不同，无奈曹植惆怅地站在水边，望着神女凄婉哀怨地离去。雲如斷角，誰曾愛我？時而風光，時而坎坷，誰憐惜一個我？鏡花歲月，沒法斷絕，我心比美是明月，對酒當歌，人生伊河是伊洛河的最大支流，在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伊河河畔，有一尊清丽幽静的卢舍那大佛。大佛像是按武则天的形象雕琢的，虽经沧桑风雨的剥蚀，却依旧光彩照人。伊洛河由洛河和伊河组成，在偃师月滩镇，洛河与伊河交汇，形成伊洛河。从这段 U 型大地往外望去，伊洛河并没有激动人心的激荡汇流，烟雨朦胧中，河岸草木葳蕤，伊河和洛河宁静安详地汇合到了一起，流淌向黄河。看完伊洛汇流，小雨变成了暴雨。我们在偃师县一家牛肉面馆吃了一碗热乎乎的美味牛肉面。大份的12块，这是小份的11块。别看这个辣子红红的，然后看着油亮油亮的，但是吃起来其实不是很辣，很香。有什么配料吗？说出来，就有牛肉和黄面吗？这里边有牛肉，然后有葱花，然后应该还有牛肉的高汤，然后还有这个自己手工的那个拉面，吃起来很香，非常好吃。
吃完了面，雨势渐小，我们接着前往黄河和伊洛河汇流处，游览河洛汇流的壮美景观。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6、7千年前，在伊洛河汇入黄河处，龙马跃出黄河，身负河图，神龟浮出洛水，背成洛书。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绘制了八卦。在巩义市河洛镇，我们来到了河洛汇流处。谁不随你急呀随你，就不用懂什么。平日站在这里希望黄河，浊浪滔滔而来，与伊洛河来水清浊交汇，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线，青黄相接，迷离不定，就如八卦图中的阴阳鱼。河洛汇流交融催生了厚重的河洛文化。我们来到了洛阳博物馆。在洛阳博物馆，我们遇见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志愿讲解员，为大家介绍河洛文化。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中轴线上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历史上曾经将洛阳作为都城的13个。这些缸呢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伊川缸那在这些缸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展板当中展示的这个关于石斧图伊川缸在这个关于石斧图的伊川缸的这个外壁上描绘有，看这个图画描绘有一只通体洁白的这个鹳鸟，还有这个鱼，还有一个石斧。原始画师为了表现这个鹳鸟就是轻盈洁白的身躯，将鹳鸟的全身涂以白色，那它被认为是中国画当中填色的技法也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距今呢也有就将近6000年到7000年的时间了，说明我中国画的起源也是非常早的。我们现在首先看到这个中间这个我们面前这组器物这个是陶粒，这个是陶僧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对，是做饭用的，就是做饭用的。但是你看有没有对这个文物有些了解的？你看这个粒和鼎有什么区别吗？对。鼎有方鼎有圆鼎但是足是不一样的，鼎的足是实心的，实心的粒的足它是空心的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增加火的这个接触面积，这样的话就是烧水做饭什么时间会更短一些，是吧？对，这个上面非常观察非常仔细这下面就是有洞，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笼屉。我们现在使用的笼屉，对，把它放在这个粒上面，这就是一组蒸锅子申父己红鼎，这也是商代时期比较出名的一件，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件青铜鼎。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在商代时期呢，最多见的是什么呢？方鼎。这尊呢，它是一尊圆鼎。另外，我们看到一些鼎的足
多见的是柱状组，少见的是这个扁平组，它有2个特殊的这种地方，它都占了，比较特别的。这件文物呢叫兽面纹铜方座轨，兽面纹指的是它的这个装饰，铜呢指的它的材质，方座是它下面有一个方座，有个器型的一个标志，轨是它这个器物的这个名称。它的两侧的这个副耳装饰的是什么呢？是一组组合动物的形象，鹿角、虎头、象鼻、蛇身，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夸张。这件文物呢叫少伯虎盱，少伯虎盱呢也是成时器，好，有没有其他小朋友听过在成语书当中看到过这句成语？这个成语道路以目的有没有？少伯虎在位的这个就是在世的这个时期呢，当时周天子呢是周厉王，这个周厉王呢就是实施暴政，周厉王他不听谏言，而且呢平民百姓呢都不允许你说话，所以在当时出现了道路以目的这种情况。那人们在街上眼神交汇都不能打招呼，不能打招呼，只能是通过眼神来交互。所以呢，这个少伯虎就向周厉王劝谏，他说这句话就很有名了，大家应该都听过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随后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国人暴动推翻了他这个统治。在洛阳期间，我们还去了位于孟津县的洛阳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桥曾经是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大桥的旁边就是2011年建成的地理分界标志塔。这里就是孟津黄河湿地公园，左边这座桥就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线。这里写的预防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现在水位是调高了，从6月19日开始排水排沙，水位增高，流速加快。看现在水流，正常时候水流应该没有这么大，路边全是黄河泥沙。然而，现在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已经改在了郑州桃花峪，在桃花峪黄河大桥的旁边也立了一个黄河中下游分界碑。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应该是黄河从山地峡谷流向平原地区的过渡点。为什么要从孟津修改到桃花峪呢？我们很好奇。从学术上说，黄河自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为上游，是黄河清水的来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旧孟津为中游，
中有流经黄土高原，这一区间增加的水量占黄河水量的42.5%，增加沙量却占全黄河沙量的92%，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自旧梦津以下就是黄河下游，这一河段增加的水量仅占黄河水量的3.5%。该河段流经华北平原，水流平缓，泥沙淤积严重，河床逐渐升高，形成地上悬河。天色渐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古朴而现代的洛阳，也告别了美丽的伊洛河。然而，最令我们不舍的，却是这里传承下来生生不息的河洛文化。下一集，我们前往小浪底，观看1年1度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的震撼场面。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